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会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长江黄河不会倒流。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李克强去世之后，等于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敲响了丧钟。那么很多人都知道，李克强曾经讲过的如何的壮士断腕，如何的要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等等等等，这种说法都已经成为过去式。中国并没有能够完成他所谓的中国经济结构性的转型，因为政治体制是不允许这么做的。所以说李克强的失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失败，也是共产党转型的失败。当然这对共产党来讲是维护他统治必须要做的事情，要牺牲经济的发展来维护政治上的安全。今天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可能还不如之前的李克强。李克强虽然做不了什么，至少他还能够成为一个啦啦队长，在电视上还能讲一讲，给大家打打气。但是李强呢，连讲出来这种话支持改革开放的话都已经不敢讲了，他也不想下一个背心脏病。所以我们未来只会看到中国经济一点一点的每况愈下。习近平为了解救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他只有一个做法，就是全面叫停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回到那种过去所谓社会主义的中央指令经济外加数字集权的手段，来控制住整个局势。他如果能这么做的话，我们将会看到中国和伊朗、俄罗斯这些国家联盟，形成一个邪恶轴心，对抗欧美，把中美新冷战推向高潮。如果他做不到的话，他还没有做到这个程度，可能就遭遇政治和经济上的巨大波动，导致全中国的社会动荡。那么今天我是想给大家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经济上的新闻。其实这些媒体我都看了一圈，没几条好消息基本上都是制造业低迷，外资不断撤离。比方说就在昨天，全美国最大的基金公司先锋集团正式的退出中国市场。中国对冲基金市场有4万亿的规模，而美国最大的基金公司居然全面放弃。其实在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过，我记得李克强当总理的时候，我做节目就说过，他当时说要降低这个金融管制，对吧？然后这个降低门槛，允许一些外国特别是华尔街的投资者可以进来，然后做生意，甚至还发行你自己的信用卡什么这个那个的有这样的一个措施来收买华尔街，来稳住美国。之前我说了，这个做法都是小打小闹，根本不能够把这些外资留住或者吸引更多的投资。果然我们看到了，过了这几年之后，中间还爆发了一次疫情，所有的都被打回原形。如果中国的市场这么有吸引力的话，美国最大的基金公司不可能放弃他在中国深耕了这么多年，跟政商界关系这么密切，他怎么会跑？他跑就证明了他不看好中国市场。他如果不看好中国市场，他都捞不到好处，那其他公司那些小公司呢？这很明显的道理，对吧？那之前先锋集团就已经决定离开中国，但是还留了一个上海办公室里边有10个员工。昨天这个办公室也正式的关门了，并且把所有的员工遣散。那么同样据彭博社的另外一条消息也说到，另外一家知名的美国投资公司也决定出售他们在阿里巴巴的这个蚂蚁金服这个公司的49%的股权。我估计他们也意识到了，中国的体制是不会接纳他们的，也不会允许他们进一步在中国扩张自己的生意，把他们当做一个境外敌对势力的帮凶。所以对这些外资来讲，没有必要在这儿受罪了。过去还有一个国务院，还有一个李克强在后边撑腰他觉得朝中有人。但现在好了，朝中哪有人了？全部都是习近平的人了。所以说他们也觉得越来越无趣了，赚钱的机会越来越少，更不要说中国的房地产的危机、消费的低迷以及制造业的衰退。那么我要找这些新闻，要看很多的媒体，其中打开日经新闻，结果发现这个头条好几条简直可以连在一起讲，全部都是这些外资如何的不看好中国，如何的撤出中国。其中一条是日本的制造业为了降低风险，在北美和东南亚开始投资。另外还有近50%的在中国的日本企业决定说今年会减少投资，还有60%的日本的企业家都认为中国的风险在不断上升。我们看一些详细的报道，中国日本商会进行了调查，说中国7到9月份的季度环比的景气度，有接近60%的企业都认为是在恶化当中，只有13%的企业认为略有改善或者改善。
那么还有一个调查数据，就是中国手机的出货量现在已经连续10个季度不断下降，这里边还加上了之前吹出大天的那个华为 Mate 60 Pro， 就算加进去了，结果也仍然在不断的下降啊，总的数据。而且就算华为跟爱国绑定在一起了，结果它的这个最新的手机出货量的份额还是没有能够挤进前5名，说明你再怎么吹，你的价格大家买不起，而买得起的人呢，很多会买苹果。而总的来讲，大家买手机的数量或者更新换代的频率越来越低，毕竟整个经济不景气。所以从这个手机出货量就能够看得出来，中国的经济在下行。这个数据要比什么 GDP 更加的靠谱。连李克强早就知道 GDP 不靠谱，后来发明了一个克强指数，对吧？那么展示完中国糟糕的经济数据以外，我们再看一下在国外的扩张。就中国之前推出一带一路项目嘛，那么在东南亚支持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菲律宾正式的决定说退出一带一路，并且砍掉了跟中国之前签的很多基础设施的协议。促成这个结果的有2方面，一个是菲律宾自身，他要跟美日联合在一起，他的很多项目放弃跟中国合作，放弃一带一路，而选择了欧美或者日本的供应商。这个是因为他要跟美国拉近关系，因为美国在东南亚在印太地区要布局，那么菲律宾是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也是合作伙伴。毕竟能够保证菲律宾安全的只有美国，美菲之前是有安保条约的。中国不管再怎么撒币，怎么给菲律宾撒币，在菲律宾的眼里，中国仍然是一个地缘政治的威胁，要称霸地区，那么必然在这个跟中国的领海的这个争端上边，菲律宾会吃亏。所以说一定要拉住美国，抗衡中国。那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呢，同样的撒币撒不出来了，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撒币撒到用钱把人敲昏了，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反对，地又太好了，太值了，那别人也不会这么决绝的离开啊。很明显你给钱给不到位，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地缘政治的因素，就导致了菲律宾跟中国说拜拜。所以对习近平来讲，真的是内忧外患越来越严重，共产党的天下风雨飘摇，所以他内部大清洗，不管是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失踪，还是火箭军一锅端，甚至到现在前总理突然暴毙，那从这儿可以看出，乱世真的可能要来了。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也欢迎大家加入会员来收看我会员专属的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